一路上布满尘埃，风雨过后谁还在？我们都在寂寞里取暖，对现实习惯无奈，却对感情为难。剩多少人能挣脱牵绊？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洛琳怎么样？身上有点挫伤，有点轻微的脑震荡。虽然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但还需要留院观察2天。他的脸有没有受伤啊？左边的脸有点淤伤。完了，怎么上镜？哎呦，你这个时候还说这些，最重要是人没事。我知道，可洛琳是明星主播，无人可以替代，我怎么办？郑业啊，那些人下手这么重，不像是搞错对象。洛琳会不会是得罪什么人啊 CCTV 有拍到那2个人样子，是黑熊的手下。偏偏那时候又不在。哎呀，所以啊，哎呀，亲爱的，你要小心，千万保护好你自己。你知道，你流一滴血等于流光我身上的血，你痛1%线，我痛100%线。为了我，保护好你自己啊！真的，真的。哎呀，我相信颜之会保护自己的。哎，哦，他们来了，谢谢合作，你们可以进去了。谢谢你。会不会？伤还好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还好，你们放心吧啊。好了，你们让他休息一下。喝点水。哇，兄弟啊，认识你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体贴啊。对啊，像你这种高高在上、自以为是的王子，都会变成温柔的佣人。看来这世界还是有希望的。还希望？我算是彻底绝望了。如果这世界上只剩下你这种人啊，那就真的要绝望了。他是担心明天放大新闻也会开天窗。对啊，你总不见得带着伤去播新闻，那明天的点击率一定创新低。那我建议接下来几天的放大新闻也由颜之播报吧。不行啊，no。这几天的直播连线，你表现越来越好，绝对有能力坐上主播台。那是因为我知道有你在，我出了什么问题，你可以帮我掩饰啊，我自己一个人不行的。行的，对自己有信心点。哎，是，亲爱的，你行的，你总不见得忍心看着我一切归零吧？求求你拔刀相助，好不好？怕我的搭把出来一点动力。没关系，我帮你磨。其实我觉得你稍微整理一下上镜应该还可以的。你要是不想上镜，要不我上镜啊，我当主播。其实我也不介意啦，但是我怕自己一炮而红。对呀，那你就可以为你的完美人生锦上添花，是吗？重要的是我不想要这朵花。不是，怎么知道不行啊？也因为我不放弃，你才给我机会的嘛。你们2个在一起啦？恭喜你啊！谢谢。虽然花了很多时间，但最后你还是成功了。我希望你不要放弃啊，不要中途被判出局。哇，这样也算是祝福啊。不然呢？啊，老天爷啊，为什么你刚给我一个希望，又毁掉我另一个希望？你还说有一个希望，我现在真的是一切归零了。哎，那我们2个失忆的人一起疗伤吧。哎呀，跟你一起疗伤，我不如把我自己打伤啊！OK 啊。哎呀，走开呀！我对你有信心。可以的。不许动一下。哇，有蟑螂啊！没有啊，我骗你的。是啊，干嘛吓他？
这个叫转移法。你现在是不是没有那么紧张了？更紧张啊！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很想喝摩卡，吃 cheesecake， 吃阿萨姆拉。你有完没完啊？可是人在紧张和焦虑的时候，是会想要吃自己最想要吃的食物的。啊？我现在去那 cafe 买你最喜欢吃的摩卡 cheesecake。哎，不用啦，我随便说说而已。马上回来。哎，喂，真的不用啦，喂。让他去。言之第一次你去哪里啊？马上回来。他很快就回来。哎呀，紧张让人担心，担心就让人脆弱。保持平常心，我包你焕然一新。欧阳啊，其实我想，你什么也别想，你现在想后悔或者半路落跑都来不及了，你必须跟我坐上主播台。亲爱的，我对你信心十足，十足信心。再说了，你是个守信用的人，你答应我和洛琳的事情一定会做到，对吧？来，化妆师，继续。好，来。为什么我要这么守信用？我相信言之早晚一炮而红。我有了他和洛琳这2张王牌，不用走路都有风啊！哇，你的偶像是周公是吧？你是说我在做梦对吧？哟，这次反应很快嘛。哦，那当然了，人生难免苦与痛，2张王牌不是梦。这2句话很有灵哦。Cam3，一切 OK 啊，没问题。今天言之第一次报新闻，希望一切顺顺利利，大家加油！哎，怎么样？颜值好了吗？应该快好了吧？哎，志胜呢？他不是跟你一起来吗？啊，去给言之买摩卡还有 cheesecake。好好哦。好，干嘛？觉得别人好要分到多爱啊？我才不会嘞，颜之可是我的好朋友啊。不过志胜还是我的男朋友首选。万一哪一天他们俩因了解或者是性格不合而分开的话，我还是会主动出击的。有毅力，我欣赏你。Thank you 嘞。今天言之的手稿啊。哟，欧阳秀，什么事让你这么得意啊？告诉你们啊，我的亲爱的实在 fantastic， 很大的 surprise 哦，看。刘言之大美女，你这样子出去一定电死所有男人的。是好看了一点点哦。你这样子上电视一定没问题的。外表没问题，不过我现在紧张到没有办法呼吸。哎，放心，我会人工呼吸。哎，只要你不要恶心啦。你会偷袭，我会闪。喂 ，Derek， 我看到新闻，是他爸被抓了。我知道你想见你爸，出来自首吧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是小黑他们先动手的。我是不会自首的。我可以帮你的。你帮不了我的。Derek， 哎，言之，我看你先准备这个，我帮你们联系啊。谢谢你啊。
你不要逼我，我不行的。嘿，你在做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我帮你顶着。神经病！我人比你高，手比你长，力气比你大，天塌下来当然有我帮你顶了。你就放心去做吧。你真的觉得我可以放心去做？你呢？现在就像被困在一个密室里面，外面的人找不到入口，你一定要破墙而出，才不会窒息而死，才可以自救。刘元之来跟我做。嘿，我。嗨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两个人都顶着天了，天就不会那么容易掉下来了。万一真的掉下来呢？那就当杯盖喽。跟你一起盖。不然呢？你要和欧阳秋盖啊？哦，不要，还是跟你一起盖。现在知道我好了吧？哎，我怎么会沦落到和欧阳秋比较？刘元之，你一定心疼。哇，很难穿的。哎呀，还是不要，这样走路比较快。怎么办？只剩3分钟。哎，只能这样了。你干嘛？我重出江湖啊！你不用出来吓人了，他来喽！好，大家 get ready， 今晚的点距离一定要创新高。大家准备 ，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. Opening in. Enter, ready? 3, 2, 1. Cam to cut. 大家中午好，我是刘妍之。今天的放大新闻眼由我来为你们播报。今天的第一则新闻跟 Real TV 有切身关系。放大新闻眼的主播冯若琳，因为向警方提供了黑帮头目黑熊贿赂警员刘大卫的有效证据，遭到了对方的报复行动。昨晚，冯若琳在她的公寓楼下被人袭击，身上有多处受伤，目前还留在医院接受治疗。我们 Real TV 对这一次的暴力行为给予严重谴责。身为媒体人，我们有责任把真相告诉大众，更有责任维护正义。我们不会向恶势力低头的。以上的 CCTV 影像是警方提供的。警方呼吁市民，如果认识或者遇见这2名男子，请马上通知警方，让嫌凶早日落网。这个新主播不错哦，他样子也很不错。他跟若琳完全不同类型。我也比较喜欢他，比较没有距离感哦。昨天下午大约12点钟，在红帽桥发生了一起罕见的车祸。一辆载着幼儿园学生的校车从停车场快速倒退，冲向人行道，连撞围栏、报摊，再撞上大树。这起车祸导致红帽桥大正点吧。警方派了数名交警到现场。你是鬼啊！每次走路都没有声音的。如果风流鬼算鬼的话，就算是。很少有人会这样说自己，佩服佩服。风流不是下流，风流是一种艺术。风流还是种艺术呢？风流是不学无术，要不然你的亲爱的怎么会对你没有兴趣啊？哎，越是在意的东西，就越容易失去。所以我从来只敢说说，不敢行动。
我太了解我自己了，特别容易伤害我在意的东西。颜值终于成功上位了，我看好他很久，总算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是不是有一种父亲看女儿出嫁的心情？我有这么老吗？不，你没有这么老，你还是玉树临风，不过是块枯萎的树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今晚7点钟再见。Cut. Good job, everybody. 颜值表现很好哦。谢谢。你刚才的表现实在太棒了。那加薪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请我们吃大餐啊！听者有份，听者有份。对啊！哎呀，我真的太感动了，亲爱的。哎，你成功等于我成功啊，因为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让我们2个一起征服传媒界。来，我们干杯！来，谢谢。谢谢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祝我们点击率创新高！好。唐律师，太不应该了吧？颜值第一天坐上主播台，你没有到现场为他打气啊？对不起啊，本来要帮你打气，结果没关系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用了全身的力气抱心，我有些好饿。谢谢你不生气啊。要肉麻，闪到一边去啊 Sorry， 我们过去那里吧。借酒消愁，愁更愁啊！没有比见到你更愁。结果再找不回来。真的？没关系啊，有去给就好。怎么样？不错。都跟你说，我看人是不会错的。你第一次来说，颜值的表现真的很不错。颜值现在可谓是你最强的竞争对手，你一点都不担心？有竞争才有进步嘛。而且我遇强则强，我想我以后的表现应该会更好。自信的女人最美丽，不是最值得爱啊。是啦，是最值得爱啦。我不要吃了。哎，说真的，你怎么看我和颜值的表现啊？你要听实话吗？你给人的感觉呢，比较精明干练、理性；颜值给人的感觉呢，比较感性、阳光，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也就是说，我缺乏温暖的特质。听了你不要生气。你给人的感觉比较冷漠，会有一点距离感；颜值给人的感觉比较阳光，容易能够交到朋友。感觉上你好像比较喜欢太阳多过冰块。没有，我只是说一个大多数人的意见，不代表我。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是实话实说，怕你生气嘛。但你没有听说过，只要是女朋友不想听的，就算是实话也不能说出来啊。哦，原来和女朋友交手的时候啊，要察言观色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尤其是你女朋友这么冷漠，手段一定很冷酷。自从你加入扫毒组之后，就一直跟着我，一路升到了副队长。你知道，我一直很看好你的。可是，你怎么会走上这条路？对不起，国民，我知道身为警务人员，我是不应该这么做的。但是，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么做辜负了多少人对你的期望？
现在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弥补你的过错，就是跟警方合作，当污点证人，指证黑熊。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一定要确保我家人的安全，他们绝对不能受到任何伤害的。你放心，这一点我们一定做得到的。Derek， 外面的情况怎样了？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听说小黑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，黑熊的人到处在找你，一定是要你一命还一命。我出门时，他们刚好到我家，幸好跑得快，才没被他们抓到。照你这么说，我想回家也不行啊。除非你想被打死了。不知道我爸怎样，我又担心我妈，我现在该怎么做啊？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会不会是出事了？会不会是已经被黑熊的人找到了？你不要胡思乱想。我想，他知道自己犯下很大的错误，不敢面对你。都是我的错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好好照顾自己。他们一旦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你就马上帮得上忙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们要互相扶持。我知道我一定要撑下去，一定要撑下去。Thank you。怎么了？还在想钓鱼的事啊？他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要是给黑熊找到他就糟了。他一定为他爸的事很担心，很内疚。小姐啊，现在是你休息时间，不应该为了工作的事情而影响你的生活的。工作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怎么可能不被影响？尝试用理性的态度去面对每件事，久而久之，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影响了。我不知道其他记者怎么想，不过对我来说，因为感受到当事人的心情，产生了同理心，所以才会想要去帮他们。我的教授曾经说过，一个好的记者应该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发声，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心声。当然，如果能解决问题是最好。不过，如果不行的话，至少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我知道记者的使命比比赛伟大，但是很多记者就是为了追根究底所谓的新闻真相，而牺牲了自己的生活、家庭，甚至于性命。难道你也想这样子吗？我只想尽力做好工作。做好工作不代表练坏自己，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跟健康的。你们看待这件事角度完全不同，再怎么讨论下去也没有结果。我说这么多是因为我爱你，在乎你，不希望你这么辛苦。所以我说别再讨论了，是吧？怎么了 ？Derek 还没有接你电话？我传了简讯给他，他都没有回应。我听说黑熊已经下了江湖追杀令，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 Derek 的。那他现在的处境不是更危险？哎呀，你别担心了，天塌下来有我帮你顶着。你不觉得我很多事吗？公私不分。怎么了？你现在也觉得你自己管太多了？我跟他不熟嘛，我干嘛要去管他的事？他出了事，我干嘛要这么担心啊？这不是我分内的工作。可是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，那就不是你了。你应该知道著名的战地记者 Maureen Colvin 吧？
当然。在战场上，随时都会失去生命，可他从来都不在乎，因为他想把许多人看不到的真相呈现给大家。他也希望可以通过他的报道，可以帮助很多无辜的人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记者。我也觉得你现在在做一个很好记者应该做的事。被人认同的感觉真好。哇，谁不认同你？我帮你打他。该不会是天哪，大卫回来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啊，拜拜。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走。你答应当警方的污点证人，是不是就不用坐牢啊？还是要坐牢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答应他们？我知道黑熊不会这么轻易就罢休的。现在只有警方才能确保你和 Derek 的安全。我犯了错，本来就应该受到惩罚的。可是你们千万不能有事。可是 Derek 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，我们不能让黑熊先找到他。警方答应过我，他们一定会保护 Derek 的。但是你现在已经做了警方的污点证人，就等于是出卖了黑熊。Derek 又打伤了黑熊的儿子，我想黑熊应该不会轻易罢手的吧？那该怎么办呢？哎，那要不这样吧，借用我们的电视媒体来呼吁，如果 Derek 看到的话，应该会出来自首的。只要他自首，黑熊没有办法伤害他了。想办法收看今天的新闻，有很重要的事要让你知道。在边 ，Roy， 起来啊！有人来了，走，快点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放大新闻眼》。今天的《放大新闻眼》有点不同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来听听一对父母想对他们的儿子说的话。Derek， 你小时候常常吵着妈妈要为你生个弟弟或妹妹。我跟你说过，当哥哥的不容易，当哥哥的要做弟弟的榜样。你说，你一定会做个好榜样，不会让弟弟学坏。虽然妈妈没有为你生弟弟或妹妹，可是我相信你会是个好榜样，不会变坏，对不对 ，Derek？ 自首吧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永远是妈妈心里的好榜样。你不能躲一辈子。难道你想永远都见不到爸爸妈妈吗？对，是爸爸的错，我没有当你的好榜样。爸爸做错事，我现在很后悔。我不想看到你也做错事。你还年轻，有大把的前途。不管现在外面的人怎么看你，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儿子。我们一定会守在你身边的。回来吧，儿子。
快回来！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，希望孩子愿意听。如果孩子不肯听啊，父母肯定会伤心。说话这么押韵，诗人啊，有才华。真正有才华是你，亏你想得出，找父母上电视劝孩子去自首。Well done， 今晚的点击率一定爆冲，稳坐收视第一。我可从来没有说过我没有才华，不过我是纯粹想帮他们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收视率。无心插柳柳成荫，那也叫精英。Derek， 只有懦夫才会躲起来，不敢面对自己犯下的过错。做错了就要扛起责任，出来自首吧，不要再让你的父母担心了。你现在要怎么样？对不起啊。一路上布满尘埃，风雨过后谁还在？该说对不起的我们都在是我。寂寞里取暖。对现实习惯无奈，却对感情为难。剩多少人能挣脱牵绊？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三哥对我错，我们一起改过。这件事过后，我们可以重新再来，一家人开开心心的生活。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幸福走散。这样才是男子汉吧？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再逃避了。只要你相信，一切可以变得更好的。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不够勇敢。喂，我肚子饿了，要不要一起去吃东西再看你浪费书，我才不要。 ？OK， 我这次答应你，我不会乱点了。我看还是由我来主控吧。好啊，那就由你点喽。我不是说点，我是说煮。啊？你行不行的啊？喂，哎，你不要害我食物中毒啊！你好，不要就算了。哎，我是帮你顶天的人，开个玩笑都不行啊！那顶天的人吃不吃？吃！哎，你不知道，顶天要花很多力气的。你煮我当然要吃了。但是我可不可以点菜？我不一定会煮吧。简单的喽，牛排。我家没有牛排。三文鱼总有吧？我家没有那么高贵。啊？哎，那你家到底有什么啊？你来了就知道。你家里不会只有什么咸鱼、咸蛋、豆芽这些？哎，你不要这样虐待我好不好？哎，喂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啊？你以为我想啊？是他逼我来的。他帮了我，我就请他吃饭。这位是正业史叔，这是晴子。亲爱的姑姑，就是请你快点去做饭吧。我现在是发育时期，不能挨饿，不然长不大的。你会让自己挨饿，我才不信呢。你是希望我没空煮饭，那你就可以吃汉堡包了。这的确是我的愿望，不过你哪里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实现呢？哦，原来你是个愿望摧毁者。我本来以为我是唯一的受害者，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位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组成一个受害者联盟，一起对抗恶势力啊？哎，可以考虑哦。恶势力？那你们两个不是极恶势力？没错，我们两个是极恶势力啊，不过是饥饿的饿，所以我求求你，拜拜你，快点去做饭消灭我们吧。没错没错，快点吧，恶势力。看来我们不能再和他开玩笑了，要不然就有一个人要加入恶势力一起对付我们了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你看他不怀好意的看着我们，我看他会为了要保护他心目中的女神，对我们不利。
实在太危险了。没空跟你们讲废话了，去做饭了。我去帮他。我帮你吧。你还在生气啊？没有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欠你句对不起，因为我犯下了恋爱中一个大忌，就是企图去改变你。其实我也不对啦，虽然我不认同你的想法，不过我也应该尊重。我很担心你会气很久呢。你跟他们一样把我当恶势力啊？当然不会，我一定会认命的，去任你欺负的。吃饭喽！方真叶，怎么在这里睡觉？吃饭了。哇，你煮的东西还蛮好吃的嘛。本来啊，你在我心目中的评价很低的，你这餐饭啊，我被打10分。管不了你给我多少分数，最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给别人分数？为什么我没有资格呢？难道你从来没有在你心目中给你朋友打过分数吗？当你的朋友的，就代表你已经认同他，干嘛要打分数啊？不值得当你的朋友，干嘛浪费时间？那在你的心里，哪些人值得做朋友，哪些人不值得？对我来说，讲义气最重要。如果我的朋友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我肯定会原谅的。那还好，我是兄弟，不是朋友，我应该不算在内吧？算了，你需要这么认真吗？你吃鸡肉了。那会打呼的人能不能当朋友？不是。你的打呼声。我的盘子。我们2个同属饥饿生命，你需要这样对我吗？既然我们是同一阵线的，那我应该多了解你一点嘛。那我还要谢谢你的好意了。这个视频啊，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。如果外流出去的话，我杀人灭口。关于这个，我真的不能保证。你也知道，我这种在发育阶段的小孩，心智非常不成熟，常常会乱出招。这样啊，那我绝对不能允许这个损害我形象的东西留在这个世界上。喂，哎，喂，哎，要跑了啦！给我看清楚，你给我，不要跑！哎呦，给我，给我！他已经传给全世界了，还讲什么？不相信，你把它给我亲亲，好吗？他真的传了。哎，还没睡啊？要睡了，姑姑，你站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说什么？姑姑，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我真实的想法，不是乱乱说的哦。好，我会认真的听的。我觉得你和那个正业叔叔比较合得来。你之前不是一直撮合我和志胜吗？现在有个新的目标，你想怎样？我没想怎样，我只是把我的看法说出来罢了。再说，你和志胜叔叔只是谈恋爱，又不是已经结婚了，你当然有再选择的机会啦。而且啊，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一辈子只谈一次恋爱，谈到老谈到死的。这又不是我唯一一次恋爱啊。对啦，还有之前那一次。不过呢，我还是觉得多谈几次恋爱没关系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找到自己真正喜欢、真正适合自己的，绝对不能勉强。你怎么学会这么莫名其妙的理论啊？姑姑，现在这个世纪，你只要按一下电脑，你想知道什么都有。我应该限制你上网。哎，这你就错啦。最好的方法是教导我们去分辨对错，而不是一味的限制。你讲话怎么这么像大人呢？所以你才要听我说啊。反正你和志胜叔叔还没有结婚，所以你应该睁大眼睛看清楚有没有更适合你的人。
生剧本，也让我们拥有最美的对不起。不问9月心。方振业，你干嘛笑得那么开心啊？难道你真的觉得和刘妍之在一起比较开心吗？你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喝茶吧，喝茶比较健康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不只要谢谢你这杯茶，我要谢谢你喜欢洛琳，也让她接受你。那我就不客气的接受了。洛琳因为她爸爸从小就吃了很多苦，也不容易相信一个男人，因为她就怕遇到一个像她爸爸一样的人。不过这次我看得出，你在他心中的地位很不一样。若琳能够这么在乎我，也让我受宠若惊。有时候洛琳的想法很执着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让他吧。你放心啦，好男不跟女斗嘛。她以前的男朋友就是因为跟她想法有很大的出入，无法妥协才会分手的。那段感情让若琳伤得很重，她真的付出了很多，所以我真的不希望再看到她在感情上受伤害。你不会让她受伤的哦。一个人我在聚散，一个人走在路上。要喝水。荒唐，分手的注视我在逞强。怎么了？突然觉得，你或许就是我这一辈子可以依靠的人了。为谁而忙？